你呀，这么大个人了，得了肺炎也不知道早点过来，都这么严重了才过来。哎，你那虽然年轻，可是呢，命是爹妈给的，可不能这么玩的啊！来，自己按着。昨天来的时候啊，挺严重的，医生给你打了抗生素，今天看起来好多了。抗生素。 你最好啊多卧床，少坐着。一会儿再给你吸点氧，好好休息吧。这里的床也如此别出心裁。你最好老实一点，否则我立刻了结了你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最好不要惹事。你们这么防备朕，是害怕朕对洛溪不利吧？你知道就好。 你们大可放心，朕本来就只是想跟着你们穿越到这里。既然已经来了，自然不会伤害你们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让手下射箭，是故意想跟我们一起穿越过来？你想来这里做什么？你猜？看来你并不珍惜这条捡回来的命。若你们能动手，早在朕清醒之前便动手了。可你们不仅没有动手。 反而将朕送医救治，说明你们不能杀朕。我即使杀不了你，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看来朕的猜测没有错，你们不能杀朕，那就说明此处有此处的规矩，而你们又必须遵守。既然彼此需要遵守规矩，不能互相伤害。 那又何必费心费力，互相戒备呢？终于逃了。洛溪，洛溪，这是给你们买的。 谢谢。医生说郭燕的病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，随时可以出院，再休养几天就可以康复了。但是你不能接近他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那我们也不能把他扔在这儿不管吧？没关系，到了我的地盘，他哪怕再聪明，也就是个古董。看我用现代人的智慧碾压他。 走。
知道这是哪吗？这里可是天界的医院。天界？此处不是天界，是朕设计你们，让你们带朕来到此地。你，我问你，你把小雪到底送到哪里去了？朕早就说过了，朕将她托付给了郭邪照顾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那你把她交给郭邪，她会不会有危险啊？绝无可能。朕同郭邪说过，想要逆转局势，还需乐雪帮助，所以，他定当以礼相待。朕无心伤害几位，只是因为某些迫不得已的原因，才利用你们，将我送到此地。多谢洛溪姑娘，不仅不计前嫌，还将朕送医救治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不是我，你早就客死他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到了我的地盘，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。是。洛溪姑娘如此善良，想必不会将朕一个人丢在这里，甩手不管吧？谁管你的死活呀？放虎归山，可比圈养在笼中危险得多。你们就先送他进去吧，学校还有课，我得赶紧回去上课了。路上小心。看什么？你走啊，走快点儿。你的衣服。走啊。快点。进去。以后三餐会给你送过来，你最好给我老实待着啊。如厕呢？你们总不会让我在这儿解决吧？每天会给你2次放风时间，我们会轮流看着你，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。哎，之前在大师出租屋里遇险穿越的事情，你还记得吧？当然了，分明就是有人在故意纵火。我刚到这里，并未与人结怨，而洛溪只是个学生，不会让人有杀意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是否与人结仇？老大，你别这么看我，怪吓人的。你是不是一直跟魏伟做事啊？是，但是魏总有什么事儿会跟浩北哥说，然后浩北哥再交代给我们。那昨天浩北跟魏伟来上班了吗？魏总来了，浩北哥好像没来。哎，
你可以回屋了。我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，你就这么急着让我回去啊？你是怕我跑了，还是怕我害你啊？我就是个病人，有那么可怕吗？秦少呢？出去了，留你一个人下来看我啊。我啊，善意的提醒你一句，你们不用这样费时费力的盯着我。我劝你，最好不要多事。多事？我要真的想做什么，以我的聪明才智，你们谁也拦不住我。所以，倒不如试着互相信任。我凭什么信任你？就凭我的脑子，我可以帮你们解决现在所有的麻烦。你就是我们最大的麻烦。秦尚他一大早就出去了，留你一个人在家看着我，多半是有对手需要解决吧。秦尚这个人倨傲自负，能够让他这么上心的人，估计和洛溪有关。该不会是洛溪遇到什么麻烦了吧？你们穿越需要遇到危机，也就是说，你们来陈国之前，曾经在这里遇到什么麻烦？秦尚他一大早出门，估计就是去追查陷害你们的人。没人跟你说过，太聪明的人活不久吗？这个世界上，能够穿越时空本来就是奇迹。我们3个人都是皇上，都遇到了这样的奇遇，也都来到了这里，说不定我们有某种缘分呢。我们经历相同的事情，面临相同的境遇，何不试着互相信任，推心置腹？你可以回去了。魏总，现场确实没有发现尸体。魏伟，你干什么？啊！你干什么？尚儿，你放开我！我要杀这个卑鄙小人！尚儿，你怎么这么说？你自己做过什么？你自己心知肚明。在山里，就是你放火要烧死我们。你服了吗？知道虎符赝品就是你动了手脚，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所为。我挡了你的财路，你现在就要加害于我，你血口喷人！尚儿，我求求你不要再打了，尚儿，我求求你，尚儿，我求求你不要杀了。我求求你不要再打了，尚儿。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了？是我连累了你，让你受到了伤害。你在这儿等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
在这个世界，当你遇到危险、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却总是无能为力。若是在齐国，即便有人对你不利，哪怕是一根头发，我都会一刀砍了他。露西，跟我回齐国吧，我会跟你一直在一起，每时每刻，每分每秒，我都不会跟你分开。秦商，你的请求如此诚恳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在这天以前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。我的家在这里，我的亲人在这里。就算与你一同回到齐国，我终究也是要带小雪回来的。来来，哎呦，从小到大都这样，一点都没有舍心，自己都管不了自己，将来怎么嫁人呢？嗨，你说什么呢？咱闺女现在多大呀？这大学一毕业就奔25了，晃一晃就30了，就快剩剩女了。嗨，剩女怎么了？实在不行我就嫁到非洲去，说不定哪个部落酋长看上我，把我当那个压寨夫人呢。哎呦，还非洲酋长呢？瞧你那点出息，要是迪拜的王子，那还可以考虑。迪拜王子最起码有钱。不行，2个地方都太远了。你要是真嫁了迪拜王子啊，那你就发达了。那私人飞机哗飞回来飞过去的，那迪拜的那街上到处都是豪车奢侈品，说不定呀还放个大款，就把你爸甩了，就开启我的人生第2春了。你的人生第2春，那你们先聊啊，我先上楼了。怎么了？没有太监给你撑伞了？我喜欢你，你管得着吗？郭燕很不简单，这个人实在太聪明了。我什么都没跟他说，他就猜到你出门的理由，而且知道我们春夜跟玉贤有关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让我们相信他。那你相信吗？虽然没有不信的理由，但也没有信的理由。魏总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弄死他呀！秦商，洛西，张阿姨，我帮你点了杯咖啡。谢谢。张阿姨，你这么着急约我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其实是秦尚的事情。他怎么了？尚儿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？不顺心？没有吧？他当着魏总的面把拍卖品砸了。虽然后来知道虎符是赝品，但是这也不能怪魏总啊，毕竟是通过专家鉴定了。他当着那么多的人面，让魏总丢了面子，还跑到人家办公室里去动粗。要不是我拦着呀，估计都出人命了。赵阿姨，
我真的觉得你们应该好好谈谈。可是他现在不理我，也不肯跟我见面。那我带你去找他吧。我要出去参加节目，在决定相信郭燕之前，你最好少和他接触。我知道。出来放风。10分钟后就给我回屋待着去。脸色不太好，语气又那么冲。失恋啊？关于你们调查被害这件事情，真的不用我帮忙？你怎么知道我们调查了？我猜啊，我猜到你们可能有敌人之后，我就去问慕容羽了，而他的反应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。对了，慕容羽应该跟你们说过，我建议大家彼此信任吧。有我的帮助，事情能够更好的解决。张阿姨进来。你带他来干什么？我不想见他。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能跟长辈这么讲话？张阿姨，走。善儿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想你好的。张阿姨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那个魏伟不是什么好人，你不能把这种人留在身边。善儿，你这是关心我吗？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，但是上一次我拦着你，完全是怕你出事儿，并不是要袒护他，你知道吗？之前你摔坏拍卖品，是他去跟客户解决并且协商的。我们认识那么多年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那个根本就是个赝品，他偷龙换凤，以假充真，办了个假证书而已。不可能，他这一次肯定也是被欺骗的。珊儿，我跟你说，做我们这一行，出现这种事情，一点都不稀奇。行，既然你不听我的话，那咱俩没什么好谈的了啊。善儿，这一次真的是你误会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离他远一点儿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以后不能再对他动手，知道吗？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解决，好吗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很明显，我在偷听啊，看不出来吗？你想干什么？难道你真的不好奇，他们在里面说了什么？照我看来，秦尚他确实是找出了之前害你们的真凶。什么真凶啊？我问你啊，里面那个女人身边有没有什么特别亲近的朋友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猜测。我估计啊，他们俩之间的矛盾是因为这个女人身边的一个什么朋友而引起的。你是说赵阿姨身边亲近的朋友？猜测吧。赵阿姨，你们聊完了？小溪，今天谢谢你啊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那我去送送你。来，若曦，我顺便送你回学校。啊。
你跟赵阿姨之间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告诉我。你怎么出来的？你头发呢？你把我放出来的呀！你出去的时候又没锁门，我呢就顺便去剪了个头发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你剪完头就老实回来待着了？对啊。你怎么会玩这个啊？跟你们学的呀！既然都来到了这里，当然要好好享受一下这里的生活。对了，你之前说你是有预谋来这里的。你来干什么呀？又来了！我来这儿都那么久了，我连上网都学会了，你还不知道我来的原因？说。你也知道，我的肺病在陈国是不治之症，我命不久矣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及时行乐，去探索不同的世界，去见识不同的人和事，多去品尝世间的美食和美酒。要是换作是你，你的想法必然和我同出一辙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的肺病在这里竟然只是普通的病症，居然能够轻易的被治好。我要感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恐怕我命不久矣。你既然说你来这里只是为了治病，那为什么在陈国的时候你要算计我们呢？因为我知道，在陈国的时候，你们并不确定穿越的方法，所以我不愿意冒险。既然你们已经来到了陈国，我希望能够借由你们的力量，帮助我改变陈国的命运，先灭掉陇城，等事成之后，再好好的考虑如何万无一失的和你们一起穿越回这里。但是没想到，我的身体竟然到了强弩之末的境地，我就赌了一把，运气还不错，赌对了。这酒劲儿还真大，正要去睡觉了。
哎，不锁门，这就对了嘛！早跟你们说过不用防着我了。等等，一会儿我叫上莫永宇跟何墨，有事商议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这种叫做消炎药的东西，肺病就能很轻易的被治好。理论上来说，对于病毒和感染引起的肺病都是有用的，尤其是对于你这种从来没用过抗生素的人，效果更加明显。那失必症，行了，我把何墨叫来又不是给你讲课的，我又不是问你，这里的医术太神奇，忍不住多问两句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把他叫来的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穿越的事情。我也想尽快解开穿越的谜团，找到方法把小雪带回来。你不用怀疑我，我来这儿的目的非常简单，有什么不明白问秦少。暂且相信他，这就对了嘛。我们3个人都是穿越过来的，说不定有什么缘分呢。谁跟你有缘分？我觉得郭燕说的有道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是你们3个被带过来？对啊，为什么是我们3个呢？我们3个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一个傻子，一个花瓶，和一个智者。谁知道呢？一个傻子，一个病鬼，和一个帅哥。应该是一个花瓶，一个病鬼，跟一个高手吧。好了，我们说正事。你们能不能分别讲一讲几次穿越的情况？亏我还一直把你真心当朋友，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成过你真正的朋友。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你是不是和其他人一样，都觉得我是白痴，我特别好骗的我？根据你们的讲述，每次穿越的时候，你们身边都有很多人在，却只有你们3个能够穿越。第一次穿越是什么时候？是立春，又是一个……等等，按现代的时间来计算，否则我们的历法可能不太一致。今天是6月10号，第一次穿越是3月9号，也就是93天前。约莫3个月前。洛西第一次穿越，当时你在做什么？我在集结军队，包围大殿，诛杀贼臣吕卫。当时有没有什么突发现象？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悸。我平时身体强壮，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。约莫3个月前，我也有心悸。巧了，当时我也有心悸。也就是说，洛西第一次穿越的时候，你们3个人都有感应。第2次穿越是什么时候？惊蛰50，61天前。那时我在宫中清除前朝余孽，当时也有心悸。巧了，我也有心悸。我跟洛西一起穿越的时候也有心悸。第3次穿越约莫是在13日前，当时我在饮酒读书，突然感到心悸不适，片刻后便与你们相遇。穿越时，你们3个都同时感到心悸，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感应。根据目前的研究，感应现象是存在的。现代科学虽然发达，但目前还没办法解释这种事儿。但是可以凭此推断，你们3个人和洛西、小雪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，所以才会发生穿越的事儿。
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，小雪也是被洛西带着穿越的，那为什么她没能跟你们一起回来呢？据说第一次穿越的时候，洛西和乐雪同时坠楼，而乐雪拉着洛西。对，这样看来，旁人需要肢体接触，而我们3个只需要在洛西附近，便可穿越。所以现在我们确定，穿越的前提是有危机出现。但也不一定啊，不是每次危机出现都可以穿越。还记得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宿舍用水果刀刺向洛西，还有在安国的时候，慕容羽的侍卫用剑刺向洛西。2次危机的出现都没有发生穿越。回的那些画面，还来不及翻阅，就开始有点想念。多希望能留住时间，让未来和从前定格在这个空间。怕相见不如怀念，若是未曾遇见，怎会如此